遇到问题了。给我吧。怎么了？没有。大概是考试在即，有些紧张，总觉得没法集中精神。抱歉，我突然想起还有一份很重要的文献资料要借阅。时间也不早了，今天先到这里吧。你直接回去就好，不用等我。你昨晚值班有没有听见什么奇怪的动静啊？就是那种咯吱咯吱，像在挠木板，中间还夹着点呼噜声的，好像是从阁楼传来的。我本来想上去看看是不是有老鼠，但一想那地方一直也没人用，黑灯瞎火的。小点声，什么老鼠？你没听说过之前学生退化的大事吗？要我说，别乱猜，也别往上凑，反正马上放假了，我可不想卷进什么怪事里去。同学，已经要闭馆了，请明天再来吧。7月初半小时前就关了，楼上我们也清过场，肯定没人了。要不你问问你同学？哎呀，可能他从侧门先走了。哎呀，同学，快回去吧，真的要锁门了。
我已回到宿舍，一切都好。抱歉突然离开，让你担心了。书签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请你先替我保管一段时间好吗？谢谢。最近都在这里查些资料，比较忙。不是，对不起，我没事。我真的没事。
不，别，先别靠近我。可以先把那个收起来吗？数钱。哦，抱歉。如你所见，最近我的身体有点奇怪，偶尔会出现诱惑的状况。你别多想，和退化不一样，我可以保持人形，也不会失去意识和自控力，只是精神和习性会不受控制地贴近幼时的本能，就像刚才那样。躲在这里也只是因为不想在大家面前这里很安静，平时都没什么人来，没想到还是让你担心了，抱歉。去过了，校医院的老师说，可能是精神长期紧绷导致的应激反应。其实我并不觉得我的精神很紧绷，但他们建议我暂时离开现在的环境，回到熟悉的地方放松一下。我觉得也有道理。不是现在，我会正常参加期末考试，等到假期再回去。回草原。大地很开阔，天晴的时候云走得很快，躺在地上看，会觉得它们在流动。晚上月光很亮，月亮看起来也很大，比学院里看到的大很多，仿佛一伸手就能够到。风的味道也和这里不一样，是干净的草叶和泥土的气息。所以，你感兴趣吗？如果你假期没有别的安排，愿不愿意和我去草原看看？就当是一次特别的旅行。欢迎来到马金拉，我的家乡。
我说日安，这位是我在圣希拉学院的朋友，趁假期来做客。他们是尼雅阿姨家的孩子，说是昨天出去露营，帐篷顶杆被风刮坏了，尼雅阿姨试着自己修，结果好像更糟了。刚好我回来了，想请我过去帮忙看看。还差得远呢，都是些小事。你就是他同学吧？我是左然的母亲安华。那是他父亲。左林川大组长，都多久没见儿子了？还不来帮着拿个行李？不用了，父亲，我们还是先进去吧。路上累不累？圣希拉学院离这可够远的。啊，那就好。这孩子做事是靠谱，但我担心他性子太闷，让你干坐车太无聊。我一直严防死守，就怕他变得和他爸一样，成个小古板。身为下任组长，沉稳点是好事。其实左然小时候可活泼了，正好前几天收拾屋子，翻出些老照片。母亲。这是是习性。氏族的长辈在带小辈的时候，都会这样，方便移动。你看，即使后来我已经能化形了，个子也长高了不少，父亲还是改不了这个习惯。我没有害羞，还是继续往下看吧。
这是诚实之境，是马金拉峡谷里一片历史悠远的秘境。传说中，在星月的映照下，它会回响出生灵内心最本真的声音。我小时候，曾经因为好奇，偷偷跑去过那里。按照传说，在月光最好的夜晚，对着湖面念出诗族的古语，然后等了很久，非常认真地听，但什么特别的声音都没有听到。风声、水声，我自己的心跳声，好像只有这些，我也记不清了。所以我一直不太明白，难道我的本真是沉默的？但也不知道要如何开口去问别人。或许这个答案要靠我自己去找。现在吗？好，我先做些准备，过几天我们一起去。虽然我会尽全力保证你的安全，但这是个比较大胆的举动，我想多做些准备。小心，这里很滑。安全起见，最好把手给我，可以吗？应该不远了，不过靠近水源的路会更难走，最好更小心一些。
还好吗？有没有觉得哪里疼？没有，不客气，谢谢。那我先去找路，看看怎么出去。啊，我们进来了。先看我做一次吧，感兴趣的话我来教你。你听到的是什么声音？可能是塌陷的山石堵塞了地下河道，先去地势高的地方。抓紧我！
发生什么了？我失控了。是我做的。对不起，我已经恢复了，你不要怕我。我这就带你出去，这边的路我认识，很快就能到家。如果你不想再继续待在这里，回去之后我就去买票，送你回学院。不送也可以。怎么了？不疼。那不一样，你是为了安慰我。其实昨夜听到回声的时候，我想了很多。我小时候或许不是没有听到声音，只是单纯的以为那是我自己的回声。可能我一直在潜意识里期待着，能听到一个更坚定、更强大的回响，就像父亲的声音那样。
如果一直以来都只是我自己没有接受我的本真，那么以后不会了。我会学着重新和那只小狮子认识一下。谢谢你陪我把它找回来。早上好。不客气。小心。今晚下课后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可以陪我去一趟图书馆的阁楼吗？没有，只是想在那里看看月亮。只有我们两个。我向学校提交了申请，之后应该不会继续租用这里。但收拾行李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这扇窗透出的月光很好看。那倒不是。右化的症状偶尔还是会出现，但我没有之前那么紧张了。心情放松下来之后，从右化状态恢复的也快了一些。如果只是偶尔对着飞过的小鸟发发呆，或者随手摆弄两下流苏，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。可以请你继续保管它吗？谢谢。
下一个假期，也带我去你的家乡看一看吧。来了。今天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？我正在复习人族的语言，有空的话，方便帮我验收一些学习成果吗？你来描述一个词语，我来画出对应的形状，怎么样？就当是一场独特的听写测验。好，我已经做好准备了，开始吧。怎么考这个？你很希望我能记住它在人族语言中的发音吗？很好题，我记得了。不过要是哪天我忘了，你可以伸出手，像这样，我就会知道你想摸摸我的尾巴。在我家乡的草原上看过，也在图书馆阁楼的窗边看过。它见证过我的迷茫，也照亮了我们的诚实。对我而言，它的意义，因为你发生了转变。以后每一个有月光的夜晚，都让我陪你一起度过吧。无论是在哪里，在任何你想去的地方。是喜欢，对吗？没想到第一次对你说出这个词，竟然是在这样的场合。其实我一直期待着这一刻会来得更正式一点。我喜欢你，你知道的。今天就到这里吧，说了不少话，要不要换个地方喝点东西放松一下？至于下次，你随时都可以来抽查我，我保证都在。